大家好哈！我買過很多的工具，那我今天來跟大家来分享什麼樣的工具我比較常使用以及在使用在哪一個地方。大家好，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個是我的農具小倉庫，我自己做的。然後我的農具都全部放在這邊。那有些其實用一兩次而已，幾乎就沒什麼用有些是常年都在使用。我最常用的就是這個割草機，這夏天的時候幾乎都要使用它。那這個割草機它是組合式的，牧田款的40伏特，那搭配的是这種打草繩，然後有一種就是圆锯片。這個圆锯片是砍一些比較密、比較粗纖維的草。那這個是主要是尼龍繩，是主要是打那個草皮用的。那兩種功能不一樣它都可以分開來使用。好，然後這個割草機呢，這樣好像有在賣工具了。這割草機它還可以用這個，這個叫高枝鋸。那我需要修剪樹木樹枝的時候就會用它，但是這個使用頻率其實不算很高，所以看起來都還新新的。那有些工具就是算是輔助工具，像這個是釘耙，這個釘耙主要是用來耙草，還有耙一些樹枝樹葉，耙子。然後就是鋤頭，那這個鋤頭是只有在開溪才會用到，所以其實使用頻率也不高。然後這個叫鶴嘴鋤，也是鋤頭的一種。那它前面為什麼會尖尖的？是因為它要給你開那個小溝，或者是用來破土用。它前面有2個大牙齒，它是用來破生土用的。如果你要生翻土，是要用這種工具，也是釘耙的一種。然後等你把土整個破碎之後，再來用這個鋤頭，再來敲得比較細碎一點。所以它的功能是不一樣。當然，你現在看到這些工具，其實實用性都不高，因為我開溪只開1次，後面就沒有再使用。這個叫香蕉鏟，它前面是尖尖的，它是專門拿來挖香蕉用的。因為我有種芭蕉跟香蕉所以需要這個把老的那個香蕉的根部移除，需要用它，不然你用一般的鏟子不好用因為它這個前面它設計的非常廣大家可以插到比較深的土壤裡面，進行一個就是槓桿，把那個香蕉根挖起來這個東西很好用。這個就是插草的我打完草一堆的時候，就會用這個來插，放在那個推車上面。這個也很少用。這個東西我買了，可能只用1、2次而已，有點浪費。這個叫機走這就是土壤打鬆之後，你要再把土再挖鬆，就是用這個。這個是除草的，它前面設計的是刀面式。那我覺得這個東西沒有比镰刀好用，我覺得還是镰刀比較好用。但是買了都買了。然後這個是像我最常用，因為我有一些像荔枝像一些水果木瓜它這個東西就可以很好，就是它夾斷之後，它會幫你夾住。然後這個工具桶我就是放一些像鏟子要挖一些土。然後這個叫小山貓爪，你在種植的時候需要開溝，這個很好用。然後鏟子感覺就好幾把。然後這也是除草的，這個不怎麼好用。這個也不怎麼好用。這也不知道叫什麼，这个。
後我都會把它收集在裡面。然後這個我就很常用，這個它前面可以破土，那後面的話也可以挖小溝，可以破一些土，所以它就是鋤頭兩用版。啊，你在溪上的話就可以用這個東西，蠻好用的。這個這個大剪刀，它是拿來修籬笆用的。那你一些圍籬的樹啊，就需要靠這個剪。哦，當然也有電動工具啊。啊，我是這個東西其實使用頻率不高，所以我是覺得用剪的就好。然後這個東西我很常用，第一個它可以伸縮，它可以拉這麼長，所以它在剪很好剪，而且很省力。然後它就是等於一把很大的剪枝刀，比較省力的剪枝刀。啊，你修剪一些枝條就要靠它，它就不用吃電池。啊，你如果量不是很大，就可以用這種手，而它也不太容易壞，它可以变短。我記得這支不貴哦，500-600塊就有了。啊，刀片也可以壞掉，也可以更換。那從夏天到冬天，我最常使用就是這個東西，鐮刀。那這個鐮刀呢，它有分大的跟小的。那功用是說，像這個大的鐮刀，它的锯齒狀比較深；那小的鐮刀锯齒狀比較淺。那這個是拿來割比較粗的草，啊，這個是拿來割比較細的草。割草啊，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你除了要鐮刀之外，有一個很重要的工具就是椅子。如果你長時間蹲着，你的膝蓋肯定會不舒服，所以你一定要有一個小椅子。然後你的膝啊，不要設計得太長，這樣你做起事情來其實會比較有效率。那還有另一個最重要的東西是防蚊。以前我有帶過那個防蚊網，熱到不行，你會受不了。那後來我發現，利用這種充電式的電池，再加上艾草棒，你就把艾草棒放在這邊，然後它自動會把你的煙吸過去。我發現那個蚊子會大量減少，而且你會聞得到艾草的香味，精神會比較好，然後還有一絲涼意。所以夏天哦，這些工具都是必備的，不然你在除草的時候會受不了。